时隔500年，孙悟空再次遇到了自己的师傅菩提祖师。此时，孙悟空看到菩提祖师，顿时双目通红，跪在地上说道：“弟子孙悟空拜见祖师。”菩提祖师睁开眼睛，看着伏地痛哭的孙悟空说道：“师儿，这些年求得长生了吗？”孙悟空闻言强忍住哭声，对菩提祖师说道：“弟子此生再也不求长生了。当年孙悟空来到方寸山，菩提祖师教他什么都不肯学，只愿学那长生不老之术。可如今的他却说自己再也不求长生。这些年来，孙悟空所受的苦难、算计，让他认识到了世间的险恶。在孙悟空的心中，活在这世上就是一种惩罚。若不是心中仇恨未消，他宁愿回到花果山巅，变成一块无情无欲的石头。活在这世上本就是一场渡劫。师儿，长生何其易，长生何其难！你这些年的经历，我都看在眼里。你可知为师为何没有出手救你？”孙悟空闻言抬头答道：“祖师是为了让弟子在这3界中练心。”菩提祖师摇了摇头说道：“你还没悟，我本意是让你看清长生的本质。你求长生的心太急了，但是当时为师实力不足，未能算到圣人的谋划，才放你下山。你被他们如此算计，早已被仇恨蒙蔽了心，不再求长生，只想着报仇，是为师误了你啊！”孙悟空闻言摇了摇头，连忙说道：“祖师，不怪你，是弟子无能。”菩提祖师说道：“如今为师已经出关，打算出山了结一些昔日的因果。”说到这里，菩提祖师停了一下，继续说道：“若是你心有不甘，为师将如来一并灭了，你以后就安心跟着为师在方寸山修道如何？”孙悟空闻言感叹菩提祖师的实力强大，连杀如来都说得如此轻松，但他并不想让菩提祖师帮自己报仇，有些仇必须要自己报。多谢祖师，但是弟子想以自己的实力亲手杀了如来。菩提祖师淡淡的说道：“你跟如来的实力差太多了，你真的有信心超越他，并且杀了他吗？”孙悟空闻言眼前坚定起来，斩钉截铁的说道：“弟子必手刃如来。”菩提祖师闻言大笑：“好，不愧是我红云的弟子。”红云。孙悟空疑惑的看着菩提祖师，菩提祖师自然知道孙悟空的疑惑，于是将自己的来历告诉了孙悟空。红云是天地初开后，天地间第一朵红云得道，曾经与12大祖屋、东皇太一、帝俊、镇元子等在紫霄宫听红军讲道。他天性良善，乐于助人，在洪荒中交友极广。鸿蒙时听到的大神通者多与其相善，更是有一位与世同君的镇元子为其至交好友，且也是洪荒第一倒霉之人。紫霄宫开，众神齐聚，但座只有6个，引发众神争夺，最终由三清、女娲、红云和鲲鹏得座。这时候，2个一身狼狈的道人来到蒲团前，其中一道人哭诉道：“师兄，我们西方灵脉尽毁，贫瘠无度，来晚了些许，连个座位都坐不上，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不如一头撞死柱上的了。”说完就做出撞柱的姿态。位于第5的红云道人心生不忍，身后镇元子也拦制不住，于是红云开口道：“道友且慢，你西方而来，路途遥远，这座我且让你吧。”说完就离开蒲团，毫不留恋说不出的潇洒。哭诉的道人立刻把另一道人按上蒲团，然后对坐于末位的鲲鹏说道：“你一个扁毛畜生，有何资格与我等同坐？且让开，就不与汝为难。”鲲鹏听得此言，气得真是3尸神暴跳，就准备与道人动手。这时坐于上首的元始天尊开口说道：“你不过是一个披毛戴角、尸身卵化之辈，却无资格与吾等同坐，还不给这位道友让座？”鲲鹏一看没人帮腔，又不敢得罪三清，就让下蒲团。鲲鹏走到左边后，却把红云道人恨上了。最后紫霄宫的时候，红军老祖分圣位，把最后一道鸿蒙紫气分给红云。所谓大道50，天眼49，留一遁去。鲲鹏半路偷袭红云，红云敌之不过，最后身陨，鸿蒙紫气也遁去不知去向。那2个来晚的道人就是如今的西方2圣，灵山的开创者。但红云并没有死，他的魂魄被鸿蒙紫气带走，一直修养至今。这些年来，红云不敢以真身面世，只能化名菩提祖师，一直到他修到准圣之时，才敢联系自己昔日的好友镇元子。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收徒，一直到如今，他终于炼化了那道鸿蒙紫气，正得圣人。孙悟空就这样在灵台方寸山住了下来。这一日，道童来到孙悟空的住所，说是菩提祖师叫孙悟空前去。孙悟空跟随道童来至菩提祖师面前，菩提祖师问道：“悟空，这几日住得如何？可还习惯？”孙悟空答道：“弟子虽然多年未曾归来，但是对3星洞可是思念的紧啊，自然是住得习惯。”菩提祖师闻言笑了笑，说道：“那你以后就跟在我身边学习仙法，不再出世，如何？”孙悟空闻言赶忙摇了摇头，说道：“弟子还有尘缘未了，待在这里也静不下心，待弟子了却尘缘，再来祖师身旁闻听仙法。”虽然孙悟空很想待在菩提祖师身边，但他心中的仇恨不允许他安心修道。菩提祖师轻叹一声，知道孙悟空还是放不下心中的仇恨，自然也不好再劝。可是你想报仇，现在的实力还是太低了。孙悟空自然是听出了菩提祖师有传道之意，于是连忙上前说道：“还请祖师教我。”菩提祖师对孙悟空的脑子还是很欣赏的，总是能听懂自己的话中之意。如今的如来可以说是圣人之下，基本没人能在1对1的情况下杀死他。以现在的实力自保都难，何谈报仇？这里有一本我在准圣时期的修炼心得，你且拿去，能从其中得益多少，就要看你自己的悟性。我突破圣人是在天外突破的，偶然间得到一颗混沌莲子，其中蕴含的灵力足以让你突破准圣后期，也一并给你吧。孙悟空闻言顿时大喜，这混沌莲子竟然能让他突破2个小境界。如果他到了准圣后期，以他强大的战力，不说能与如来交手，但他有把握再次遇到如来是保命。况且还有菩提祖师的修炼心得，这可是圣人的修炼心得。孙悟空连忙拜谢道：“谢祖师大恩。”菩提祖师闻言摆了摆手，说道：“如今你就在这3星洞中修炼吧，等突破后再回花果山。”孙悟空闻言犹豫了一下，说道：“可是我怕灵山趁我不在袭击花果山。”对于灵山的无耻，孙悟空认识的还是很到位的。菩提祖师说道：“无妨，我正要出山一趟，
见一些以前的老朋友，已安心突破。花果山我会帮你照看的。孙悟空闻言也放下了心，见菩提祖师闭上眼，再无说话之意，于是便行礼退去。待到孙悟空走后，菩提祖师睁开眼，心中默念着，希望你能尽早突破，不要辜负了我们的期望啊。孙悟空回到住所就开始闭关了，毕竟现在没有什么比提升实力更重要的。此时的积雷山，无数的妖族占满了所有山头，一眼看去，皆是密密麻麻的头颅。最高的那座山峰上，鲲鹏站在最前方，身后站着的是面如冰霜的白泽，白泽身后则是站着牛魔王和猕猴王。牛魔王愁眉不展，猕猴王春风得意。鲲鹏大声喊道：“妖族的儿郎们，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底下的妖族鸦雀无声，静静地等待着鲲鹏的下文。今天我决定带着我们妖族重新走向巅峰，让三界的仙佛好好认识一下我们妖族。鲲鹏的话传到那些小妖耳朵里，整个积雷山顿时喧闹起来。鲲鹏老祖说让我们走向巅峰，难道鲲鹏老祖是想让我们加入天庭吗？人家会要我们吗？底下每个妖都在窃窃私语，想知道鲲鹏妖怎么带领他们走向巅峰。猕猴王上前大声喊道：“大家先不要吵，听鲲鹏老祖说话。”猕猴王在这些小妖面前还是很有声望的，所有妖顿时停了下来，看着站在最高处的鲲鹏。鲲鹏满意的看来猕猴王一眼，心道这个猴子很会来事的嘛。我们并不是要投靠天庭，也不是要投靠灵山，我们要建立起自己的天庭。鲲鹏此话一出，底下顿时炸开锅了。自己建立天庭，建立一个属于妖族的天庭，我们以后也是天兵了，天庭会同意吗？底下的小妖心中所想无非就是这些，但讨论最多的就是现在的天庭会同意吗？这时鲲鹏再次大声说道：“天庭本来就是我妖族创建的，不过后来我妖族因为一些事没落，这才让如今的天庭趁虚而入。现在我们要把我们失去的夺回来，以后我们就不会受天庭和灵山的压迫，我们会再次回到三界之主的位置。大家可以想想，这些年来我们妖族被天庭和灵山都迫害成什么样子？弱者被杀，强者被他们抓去当他们的坐骑，他们不仅抢走了我们的天庭，还将我们如此迫害。儿郎们，告诉我，你还想被他们迫害下去吗？”这时底下本来智商就不高的小妖，被鲲鹏忽悠的已经找不到东南西北了，不再受他们的迫害，重现妖族天庭。每个山头都有10来个安排好的脱开式海，这也是鲲鹏计划的第一步，煽动民意。慢慢的，那些不明所以的小妖也开始加入他们的阵营，喊声越来越大，偶尔有个不同的声音也被这些所谓的民意湮灭。站在鲲鹏身后的白泽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他知道鲲鹏成功了，但他更加痛恨这些小妖的无知，但他又能怎样呢？妖族向来如此，强者的话就是真理。这些小妖也挺可悲的，因为他们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今天的呐喊，但这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且以无数成功的案例来看，就算成功了，这些在底下摇旗呐喊冲锋陷阵的小妖，要不就是死伤殆尽，要不就是一个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这时的鲲鹏并没有注意到白泽的异常，而是对下面群情激愤的小妖们喊道：“所以我建好了妖皇宫，从今往后我们再也不用受天庭的压榨，以后谁再来欺负我们，我们就欺负回去，哪怕是灵山和天庭也不行。”鲲鹏意气风发地对着小妖们训话，丝毫未察觉到一股强大的气息临近。就在这时，天空中雷声大作，恐怖的威压从天上宣泄而下。鲲鹏，你好大的胆子啊！积雷山上的小妖闻声如闻雷霆，顿时被吓得瑟瑟发抖。鲲鹏抬头看去，原是天庭勾陈大帝立于苍穹之上。勾陈大帝乃是天庭4御之一，勾陈上宫天皇大帝，地位仅在玉皇大帝之下，也是一个准圣巅峰的强者。鲲鹏心道不妙，但现在事已至此，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勾陈，以待如何？鲲鹏厉声向天空中的勾陈大帝喝道。勾陈大帝嗤笑一声，冷声地说道：“一群妖族余孽，不找个隐蔽的角落苟且偷生，竟然想推翻天庭，尔等真的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吗？”鲲鹏闻言大怒，狠狠地向勾陈大帝说道：“当真以为你是准圣巅峰，我就杀不了你了？”鲲鹏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他觉得在天庭除了玉帝，其他任何人1对1都不是他的对手，哪怕是4御也不行。勾陈大帝闻言不屑地说道：“在北距泸州待了这么多年，刚出来就想找死。”显然，勾陈大帝也没把鲲鹏理。或许在上古的时候，这个妖师鲲鹏可能很厉害，但现在时代变了，他鲲鹏不再是以前妖族天庭的妖师，而是一个被镇元子吓得躲在北距泸州无数年的普通准圣罢。而他勾陈此时已经是天庭4御之一，被尊为勾陈上宫天皇大帝，何须惧怕一个如同丧家之犬的鲲鹏？鲲鹏自然也不想在这个时候被人落了面子，于是唤出妖族至宝河图，向勾陈大帝杀去。勾陈大帝确实是轻敌了，他本以为鲲鹏刚刚恢复到准圣巅峰，实力最多恢复到跟他差不多的地步，没想到鲲鹏不仅将实力恢复了8成，手中还有妖族至宝河图。早知道这些的话，他就去天庭搬来救兵，一举荡平这积雷山的妖孽。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杀死鲲鹏，夺取妖族至宝河图。但是已至此，自然只能硬拼。鲲鹏与勾陈大帝交手不过数十回合，勾陈大帝已经疲于应对，并不是二者实力差距有多大。勾陈就算再不济也是准圣巅峰强者，也不至于这么快就落败。但是河图的威力实在是太强了，勾陈不仅被河图压制，还要应对不断出手攻击的鲲鹏，见势不可为。勾陈大帝立即抽身而退，鲲鹏也没有追赶。他知道自己虽然能击败勾陈，但是不能杀了他，追上去也没什么用。要杀勾陈，鲲鹏必然会付出一些代价，这是目前鲲鹏不想看到的。这时，在积雷山山头的猕猴王见鲲鹏打退勾陈大帝，立即高声喝道：“鲲鹏老祖威武，带领妖族打上天庭！”底下的小妖也跟着猕猴王一起喊道，不知道的还以为鲲鹏打跑的是玉皇大帝呢。鲲鹏被勾陈这么一闹，也没心思再继续鼓动这些不知所以的小妖，于是吩咐猕猴王一声，回到自己的洞府去了。猕猴王自然很愿意做鲲鹏吩咐的事，急急忙忙就跑去处理后续事宜。这时的积雷山山巅只剩下白泽与牛魔王。牛魔王向白泽说道：“白泽前辈，今日与勾陈大帝结怨，他一定
定会将此事禀告玉帝。我们积雷山怕是离覆灭不远了。白泽点了点头，向牛魔王问道：难道今日勾陈不来，妖族就能存活下去吗？未待牛魔王回话，白泽便自顾自地说道：不会的，玉帝身为三界主宰，三界中没有什么事情能瞒得过他。鲲鹏如此大张旗鼓地成立妖族天庭，玉帝不会不知道。牛魔王闻言沉默，他现在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铁扇公主和红孩现在送走了吗？白泽向牛魔王问道。毕竟鲲鹏在意的是牛魔王，牛魔王的家人并不在他的注意范围内。牛魔王答道：前几日已经让鹏魔王接去花果山了。白泽闻言点了点头，继续向牛魔王说道：你也尽快离去吧，我估计天庭的征讨大军也快到了，积雷山也快覆灭，再不走就走不了了。前辈真的不打算走了吗？白泽听着牛魔王的话，淡淡的说道：我现在也走不了了，现在估计天庭玉帝都以为妖族的领袖是我和鲲鹏，我就算走了也会被天庭追杀，何不堂堂正正的与他们战一场呢？说完，白泽就向山下走去，只留下牛魔王一个孤零零的站在积雷山山巅。其实牛魔王早就想走了，但是积雷山是他的山头啊，现在他竟然要在自己的地盘狼狈离去，心中难免有些不舍。牛魔王看着眼前秀丽的积雷山，想着趁现在看个够，不然等自己离去，怕是一时半会儿就看不着了。说不定等他以后再回来的时候，积雷山早已在天庭和妖族的大战中毁灭，到时候他可能看到的是一副遍地尸骨、满目疮痍的景象。牛魔王也下山了，他想去找老狐王，想劝老狐王和他一块离去，毕竟当年老狐王是他和孙悟空请来的，现在在积雷山也没有丝毫的话语权，自己应该带他离开。此时的天庭凌霄宝殿，玉帝高坐宝座之上，面前是太白金星和勾陈大帝。你说积雷山的妖族反了？玉帝向勾陈问道。勾陈朗声答道：他们不仅反了，而且那鲲鹏竟然仗着有至宝河图将我打伤，此等妖孽定不可饶恕，必叫他们灰飞烟灭，方能彰显我天庭威严。玉帝并没有回答勾陈的话，心中分析着鲲鹏这么做的目的。如果只是妖族谋反的话，玉帝并不担心，随便从4域中挑2个大帝，带着天兵天将就可以镇压。他怕鲲鹏和灵山如来混到一块，那样的话就麻烦了。天庭虽然实力高强者众多，但不是每一个都会听从玉帝旨意的。但是灵山的每一个佛陀都对如来言听计从，天庭同时对上妖族和灵山，这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虽然说妖族很弱，但他们有持有至宝的鲲鹏啊。玉帝想了很久都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但也不能任由积雷山的妖族造反，毕竟自己才是三界之主。太白，你去请中天紫薇北极太皇大帝，让他与勾陈大帝一同平定下界妖族叛乱。玉皇大帝对着太白金星吩咐道。这时未待太白金星开口，勾陈大帝便抢先说道：不如让我与金星点齐天兵天将，去寻紫薇大帝，然后直接出兵积雷山。玉帝知道勾陈是因为被鲲鹏打败而心有不平，于是说道：命灌江口2郎显圣真君、三坛海会大神哪吒、托塔天王李靖、天蓬元帅一同随勾陈大帝征讨叛贼。勾陈闻言拱手道：臣遵旨。说完便拉着太白金星急匆匆的出去叫人了。玉帝一人高坐凌霄宝殿，他并不怕灵山趁着天庭空虚前来袭击，相信灵山也不会那么傻，有他玉帝在，天庭永远都是天庭，圣人之下，身在天庭的玉帝就是无敌的。而勾陈让太白金星去请2郎神等人，他则独自一人去请紫薇大帝。不一会儿，所有人都聚齐了，以勾陈大帝和紫薇大帝为首的天庭征讨大军就这样浩浩荡荡的向积雷山出发了。积雷山山门，牛魔王与白泽站在山门外。白泽前辈，你真的不走了吗？白泽摇了摇头说道：我不走了，你走吧，以后帮着点悟空，他才是我们妖族真正的希望。牛魔王要走了，临走前他想让白泽与他一起离去，但白泽和老狐王一样固执，无论牛魔王怎么说都不愿跟着他一块离去。牛魔王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积雷山，正准备离去之时，天空中忽然狂风大作，一大片云雾罩在积雷山上空，散发着强大的威压。牛魔王苦笑一声说道：现在都走不了了。白泽此时也叹了口气，该来的终将会来的。是的，这是天庭的征讨大军到了。这时，一道极具威严的声音从天空中的乌云里传出来：大胆妖族，不知天恩浩荡，竟敢谋反！无数修为低下的小妖被这道声音吓得肝胆欲裂。鲲鹏也飞到积雷山的半空中，看着天空中的乌云，牛魔王与白泽也飞到鲲鹏身后。毕竟不管鲲鹏再如何，他们都是妖族。这时天空中的乌云散去，勾陈一脸阴狠地看着鲲鹏，身旁站着紫薇大帝，一身帝王的装束更显威武不凡。2位大帝身后便是天庭战神2郎神杨戬、三坛海会大神哪吒、托塔天王李靖、天蓬元帅，在后面就是密密麻麻的天兵天将，个个都是制式的盔甲，英武不凡。反观妖族这边，姗姗来迟的猕猴王与牛魔王站在鲲鹏白泽身后，山头上的妖兵千奇百怪，拿着破破烂烂的兵器，丝毫看不出这是一支军队。不管是从顶端战力还是底端战力，天庭可以把妖族秒得渣都不剩。天兵天将很不明白这些妖族为什么要造反，难道是这些妖族知道他们在天庭晋升太慢，来给他们送战功的吗？妖族自然不知道天兵天将的想法，甚至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造反。这时勾陈大帝开口说道：鲲鹏，快束手就擒，上天有好生之德，或许还会留你一个全尸，妖族也不至于灭族。鲲鹏闻言嗤笑一声，不屑地说道：束手就擒，就凭你们，连玉帝都不来，你们未免也太看不起我鲲鹏了吧？这时紫薇大帝怒喝一声：狂妄的妖魔，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叫玉帝出手？显然，虽然天庭并没有像灵山那样欺压妖族，但也看不起这些披毛戴角的妖
妖族。紫薇大帝丝毫不顾及脸色铁青的鲲鹏，继续说道：“我都不知道你们妖族造反的底气是什么，是你鲲鹏这个准圣巅峰吗？”说到这里，紫薇冷笑一声：“虽然你鲲鹏不弱，但是我天庭能打死你的强者也有不少。”鲲鹏闻言，眼神阴狠地看着紫薇大帝说道：“要不你和勾陈一起上，让我看看你们天庭的准圣到底有多强。”紫薇大帝闻言大怒，骂道：“不知死活的孽障！”骂完朝着鲲鹏杀去。勾陈知道紫薇大帝和自己的实力相差不多，恐怕也不是鲲鹏的对手，于是也上前向鲲鹏杀去。见两方的头领都开始战斗，底下的这些小弟也不能闲着。杨戬和哪吒现在已经到了准圣，自然也看不上那些小妖。二人盯着白泽，当然他们自然不是白泽的对手，但他们也没想着打败白泽，只要和白泽过几招，缠住他就行了。托塔天王对上了牛魔王，可他哪里是牛魔王的对手？他只不过是一个大罗，牛魔王可是准圣强者，几招之下就被牛魔王打得受不住。于是李靖四处观看，见猪八戒还站在那里，于是高呼：“天蓬元帅，快来助我！”猪八戒本不想来的，但是玉帝下旨，他不得不来。他想着来了也就走个过场，并不想对妖族动手，毕竟这里有很多都是孙悟空的朋友，但他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李靖就这样被牛魔王打死，于是便飞身上前挡住牛魔王。“老牛，对不住。”猪八戒对牛魔王说道。牛魔王也知道猪八戒是身不由己，并不怪他。“老猪，没什么，各位旗主罢了。”牛魔王继续说道，“但我也不能看着妖族被你们屠杀，来吧，我们战一场，叫我看看你这些年有没有长进。”猪八戒点了点头，挥舞着9齿钉耙就与牛魔王站到了一起。李靖见状也拿着宝塔向牛魔王杀去，但是就算他们二人联手，在牛魔王的手下也只能苦苦支撑。而此时哪吒与杨戬的情况，比起李靖和猪八戒好不到哪里去。虽然白泽对他们并没有杀心，但是他们两个刚刚突破的准圣，又怎么会是早在上古就是准圣后期的白泽的对手呢？不到10招，哪吒和杨戬就招架不住了。他们现在才发现，天庭好像低估了白泽这位准圣后期，或者说天庭低估了妖族。鲲鹏这边则是同时迎战天庭2位大帝。鲲鹏深知自己一个难以对抗紫薇大帝与勾陈大帝，于是在勾陈加入战场之时就唤出法宝河图，这才与二人战了一个旗鼓相当。紫薇大帝对鲲鹏喝道：“鲲鹏，不要抵抗了，虽然你能与我们战个旗鼓相当，但你看看妖族，他们抵抗不住天兵天将的，下方的妖兵在正规的天庭兵将面前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与其说是战斗，倒不如说成屠杀。天兵天将对妖族的屠杀。”鲲鹏冷哼一声，并未理会紫薇大帝，专注于战斗。那些小妖的死活，鲲鹏何时在意过？反正妖族在3界中又很多，杀不尽的，这些死了再换一批就是。紫薇见鲲鹏丝毫不在意小妖们的死活，于是继续说道：“你虽然很强，但还是不能击败我们二人。等到天庭的援兵一到，就是你鲲鹏生死道消之时。”这几句话显然是说进了鲲鹏心里，但他手上的攻击依旧没停。鲲鹏是认同紫薇大帝的话，毕竟天庭的底蕴太深厚，远远不是现在的妖族能比的。当玉帝发现这里的战事焦灼时，必定会派来援兵增援，或者亲自降临。但阴险狡诈向来是鲲鹏的代名词，他既然敢造反，就一定想到了这样的局面。鲲鹏的破局之法就是拉灵山下水，可是如来这个老狐狸也是一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所以在派弥勒佛与鲲鹏谈判的时候，就说明了让妖族先动手，灵山会帮助他的。鲲鹏不怕灵山反悔，因为他知道如来对玉帝的那个位置已经布局多年。紫薇和勾陈此时也很疑惑，虽然现在天庭一方在高端战力的战斗中稍显不足，但是天兵天将却在屠杀妖族。至于高端战力，天庭向来不缺，只要援兵一到，自然可以反败为胜。但鲲鹏此时的震惊，却让紫薇和勾陈隐隐感到不安。就在这时，天空西边忽然祥光大起，如来带着西方众佛陀菩萨向积雷山战场飞来。紫薇和勾陈二人见状心道不妙，便想转身逃走，可鲲鹏哪里能如此轻易让他逃脱？鲲鹏记起法宝河图，将紫薇与勾陈拖住。如来，你竟然和妖族勾结，你想造反吗？紫薇大帝愤怒地说道。其实紫薇这纯粹是多此一举，当如来带着灵山诸佛出现的时候，就已经表明灵山的心意了。如此大张旗鼓的倾巢出动，总不可能是来积雷山降妖除魔的吧？如来高坐莲台，身旁站着的是燃灯和弥勒，但他们二人此时的修为并不是准圣后期，而是准圣巅峰。他们3人身后就是灵山诸佛陀菩萨、众罗汉，只要是灵山能叫得上名字的人，除了地藏王菩萨外，基本上都到这里了。随着灵山众人的到来，妖族和天庭此时也不再交手，各自退回一边。勾陈看着眼前的灵山众人，冷冷地说道：“如来，这些年藏捉的挺厉害啊，怎么狼子野心现在就暴露出来了？”如来轻宣一声佛号，对着勾陈说道：“大帝说错了，是玉帝无道，容不下这苍生，我等不过是顺势而为罢了。好一个顺势而为，你灵山就不怕与妖族一同陪葬吗？”如来宝相端庄，高坐莲台，闭上眼睛，不再理会勾陈。紫薇和勾陈见状便想离开，如来似乎是看穿了二人的心意，于是开口说道：“天庭的人回去可以，但是2位大帝要留一下。”紫薇和勾陈闻言顿时大怒：“如来，你真的不怕死吗？若是天庭大军回去，紫薇和勾陈被留了下来，他们2人不就成了灵山的俘虏了吗？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这不仅是他们2人的耻辱，天庭的耻辱，还是整个道门的耻辱。要知道，在明面上，道门的领袖就是3清4御，3清是圣人，在天外，在世俗道统中，4御的地位极高，他们若是做了灵山的俘虏，固然会丢尽颜面，使道门折辱，但是如来肯定会受到道门疯狂的反扑，哪怕是那些圣人道统，也会不顾一切的灭杀如来。如来见紫薇与勾陈丝毫没有俘虏的觉悟，于是使出神通掌中佛国照向2人。紫薇和勾陈拼命抵挡，但终究还是被如来困在掌中。这时鲲鹏突然对下方的妖族喊道：“儿郎们，报仇的时候到了，杀光这些天兵天将！”说完便率先杀向杨戬与哪吒等人。杨戬等人见状立刻抵抗，但
但是他们哪里是鲲鹏的对手？一击之下，杨戬和哪吒重伤，猪八戒生死不知的躺在那里。李靖呢？李靖已经在鲲鹏的全力一击下灰飞烟灭，杨戬等人所站的地方，在鲲鹏的一击之下瞬间化为真空地带，他们身旁的天兵也被波及的灰飞烟灭。白泽此时大脑一片空白，心道妖族这回是真的完了。无数的妖兵从他身旁经过，杀向天兵，他依旧怔怔地站在那里。虽然天庭和妖族刚才打了半天，但是两方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但现在鲲鹏杀了李靖，或许猪八戒也死，这无疑会使天庭震怒。白泽不知道鲲鹏还有什么后手，但是鲲鹏的后手如果仅是灵山的话，那么妖族和灵山或许都会灭亡。灵山身后还有圣人撑腰，或许还会留下一丝道统。可妖族呢？谁给妖族撑腰？虽然女娲是圣人，也是妖族，可她从来未曾在妖族中索取什么，也不会帮助妖族。这时牛魔王来到白泽身边，轻轻拍了拍白泽的肩膀。白泽此时已经是泪流满面，这回天庭是绝不可能留给妖族一线生机了。此时的天庭凌霄宝殿，玉帝脸色铁青地看着下方积雷山战场，他果然没有猜错，如来真的和鲲鹏混在了一起。他知道如来之所以困住紫薇与勾陈，就是为了杀他。要杀他，必须要让他离开天庭，在天庭内，除非圣人出手，不然身为三界之主的玉帝是无敌的。困住紫薇与勾陈，逼迫玉帝下界去救他们，这就是如来的算计。若是玉帝不救，那么道门一定不会让他在三界之主的位置上坐下去。积雷山远处的天空中，镇元子与自己昔日的好友红云，如今的菩提祖师正在看着积雷山。菩提祖师出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自己的好基友镇元子。本来二人正在武装观内互诉衷肠呢，但是积雷山的大战将他们二人吸引到此处。毕竟鲲鹏可是菩提祖师的仇人，而且灵山也是孙悟空的苦主。镇元子和菩提祖师自然要来看看这两个苦主打了什么主意。以菩提祖师如今的实力，若是不想暴露踪迹，三界中谁都发现不了这鲲鹏到底想做什么。镇元子对鲲鹏的一系列操作很疑惑，躲了那么多年，刚出来就想找死。纵然玉帝被鲲鹏和如来来下台，但鲲鹏不管怎样都是必死的局面，他这么做图啥？菩提祖师虽然也不解鲲鹏的做法，但他对与自己有生死大仇的鲲鹏很是了解，他觉得事情一定不会像目前看到的这么简单。菩提祖师说道：“先看看吧，我相信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另一边的积雷山，如来与鲲鹏站在一起，鲲鹏问道：“玉帝他真的会来吗？”如来笑道：“妖师不必着急，玉帝若是不来，道门岂能容得下他？”鲲鹏闻言，心中的石头终于算是落下来，只要他玉帝敢来，今日就是他生死道消之时。鲲鹏信誓旦旦地说道。如来闻言，再次向鲲鹏问道：“不知妖师是否将洛书也炼化了？毕竟河图洛书是对付玉帝的底牌之一，容不得有半点差池。佛祖当真以为我鲲鹏恢复到准圣巅峰需要这么多年吗？从妖族天庭败亡以后，我去北距泸州的第一件事就是炼化河图洛书，待到炼化之后才开始恢复自己的境界。”如来闻言点了点头，不再言语，心中却想着炼化了就好，等到杀了玉帝，下一个死的就是你鲲鹏。东皇太一的烙印我破解起来或许有些麻烦，但是你鲲鹏的烙印对我而言算得了什么？鲲鹏心中自然也有自己的算计，像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将所有的底牌都摆在明面上呢？那样的傻子在三界中是活不长久的。如来和鲲鹏都有自己的算计，明面上的虽然团结一致，但是他们这种老狐狸总会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这时，一人身穿帝王装束，一身气息贵不可言，闲庭信步的从天上向积雷山走来。虽然这人每一步都走得极慢，像是吃完饭后出门散步的老大爷一样，但是他每走一步，身上的气势就涨上几分。他每走一步，落在灵山众人与妖族身上的威压就大几分。待到那人来到积雷山天庭一方的阵营站定，众天兵天将都下拜行礼，口中高呼：“参见大天尊！”来人自然是玉帝。现在的局面由不得他不来到此地。他抬起头，一身三界之主的气势瞬间爆发，压得灵山与妖族抬不起头来。玉帝并没有理会如来与鲲鹏，而是对杨戬说道：“去将天蓬带过来。”杨戬将猪八戒抱到玉帝身旁，玉帝大手一挥，猪八戒身上的伤势竟然以极快的伤势恢复，他的面色也慢慢红热了起来。这时玉帝看了杨戬一眼，杨戬将猪八戒抱了下去，交给身后的天兵照顾。玉帝这时才转过身，看着如来与鲲鹏：“你们要造反？”玉帝淡淡的说道。此时从他脸上看不出喜怒，似乎在与如来鲲鹏闲聊。虽然玉帝的声音不好，但这落在灵山众人与妖族耳中却是如同雷震。如来看着玉帝，似乎并没有受到玉帝的影响，笑道：“大天尊坐得太高了，坐得太久了，看不清这三界的疾苦，我们帮大天尊从那个位置上走下来。”玉帝闻言依旧面色不变，按照佛祖的意思，你们灵山和妖族似乎能看清三界疾苦，那朕就要好好听一听了。鲲鹏听到如来和玉帝的扯皮，不屑地开口说道：“三界之主能者居之，我觉得你玉帝实力不够，自然要造反。”玉帝闻言竟然破天荒的哈哈大笑：“鲲鹏啊鲲鹏，朕本以为被妖族敬称为妖师的你很聪明，但没想到妖孽就是妖孽，是朕高估你了。”玉帝似乎并不着急救出被如来困住的紫薇大帝与勾陈大帝，继续对鲲鹏说道：“你造反我可以理解，毕竟这三界曾经的主人是你们妖族，你不过是没看清如今的大势，不自量力的妄图恢复妖族统治。你这么做了，朕还能看得起你，但是你竟然选择与如来合作，这不就是与虎谋皮吗？你觉得如来会让你做三界之主，会让如今他们随意欺压的妖族骑在自己头上？别忘了，这些年里杀妖最多的是佛门，是灵山，不是我们天庭。”如来看了一眼鲲鹏，转头对玉帝说道：“陛下，这样的离间计未免有点太过于俗套了吧？哪怕是3岁小儿都不会信。”玉帝闻言冷笑一声，看着如来说道：“难道朕说的不是事实？难道三界众生都是瞎子呢？看
看不见你灵山的所作所为。再说了，你也未免太看得起你与鲲鹏了吧？就你们两个，也配让朕离间？”如来闻言道：“至于我们灵山和妖族的恩怨，我自然会给妖师一个交代。但是陛下，你该想想自己今日要怎么全身而退。”玉帝不屑地说道：“朕不知道是什么给了你如来底气，认为朕离开天庭，你们就能杀得了朕。”如来笑道：“我等既然布下此局，陛下也入局了，自然有办法让陛下驾崩。”玉帝面带揶揄地说道：“让朕猜猜，应该是鲲鹏偷取的妖族至宝河图洛书，对吧？”如来对玉帝猜到河图洛书并不惊讶，毕竟鲲鹏盗走妖族至宝河图洛书的传闻，在三界中也不是什么秘密，玉帝猜到也不奇怪。玉帝见如来与鲲鹏依旧毫不变色，于是决定抛出一个重磅炸弹。如果朕没猜错的话，你如来应该还持有一道圣人法旨吧，专门用来对付朕的法旨。如来闻言心中顿时一惊，但是老谋深算的他脸上依旧不动声色。确实，如来对付玉帝的底牌一直不是鲲鹏的河图洛书，而是西方二圣降下的法旨，一道专门用来对付玉帝的法旨。如来心中想着，玉帝既然知道自己持有法旨，竟然还敢来，难道是有什么应付手段吗？但是以如来的推断，虽然道门有3位圣人，但他们没有理由去帮助玉帝。玉帝既不是3位圣人的道统传人，也不对他们言听计从。若不是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玉帝早就被他们换成一个听话的傀儡了。但是事已至此，如来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不管玉帝现在是虚张声势也好，真正的有应对之法也罢，今天一定要与玉帝决出个胜负。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大天尊何必虚张声势？鹿死谁手尚未可知，还得手底下见真章。玉帝闻言，知道今天这一战肯定是要打的，于是也不再多言，一身气势爆发，直冲云霄，眼神冰冷地看着鲲鹏与如来。今日朕倒要看看，你如来和鲲鹏到底有什么手段。如来和鲲鹏对视一眼，便同时向玉帝杀去。鲲鹏现在也不再隐藏，唤出妖族至宝河图洛书向玉帝杀去。如来自然也不甘示弱，丈六金身烁烁发光，一手掌中佛国从天空中压下，想要凭此镇压玉帝。玉帝见如来与鲲鹏使出自己压箱底的手段，也不惊慌，左手握拳向鲲鹏打去，右手掐着道门手印与如来的掌中佛国对拼。天地间瞬间一声巨响，如来和鲲鹏飞身而退，玉帝站在原地丝毫未动。一击之下，孰强孰弱，一目了然。就这种手段，你们也敢造反？就这种实力，你们还想杀我？玉帝的2句话如同天雷一样炸响在如来和鲲鹏耳边。玉帝低头看向如来和鲲鹏，眼中唯有冷漠和不屑，似乎是在看2只蝼蚁一般。这就是玉帝的实力吗？如来有些不甘心，自己本以为出了天庭的玉帝就算比自己实力强，也强不到哪里去，但是没想到自己与玉帝的实力竟然相差如此之大。看来玉帝这个老狐狸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藏拙。如来转头看了鲲鹏一眼，鲲鹏顿时心领神会，二者再次向玉帝杀去。玉帝冷哼一声喝道：“不知死活！”这次玉帝直接双手掐着道门法印，同时向如来和鲲鹏杀去。如来和鲲鹏这次也是硬气，竟然没有被打退，硬生生扛住了玉帝的攻击。玉帝一人同时对阵如来和鲲鹏，而且还狠狠压制着对方，这对天庭一方来说是无比荣耀的。但是灵山和妖族这边感觉就不是很好，自家的老大二达义还被人家压着打，是谁都会觉得没面子，尤其是燃灯和弥勒，他们2人的实力也是准圣巅峰，但是他们却不能插手如来与玉帝的战斗。且不说被如来困住的紫薇与勾陈2位大帝现在已经脱困，现在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2个，意思很明确，你出手我就揍你。就算没有紫薇与勾陈，他们的实力也不够玉帝一招打的。如来的实力就不必说了。鲲鹏之所以能参加战斗，一是因为鲲鹏多年来在准圣巅峰的经验，二是借着法宝河图洛书的威风。妖族这边更不用说了，本来绝没几个准圣高手，还被孙悟空带走了鹏魔王，现在积雷山上的准圣就3个，一个准圣巅峰的鲲鹏，一个准圣后期的白泽，还有一个突破准圣没多久的牛魔王。鲲鹏现在正在与玉帝战斗，白泽现在独自站在积雷山山巅，失魂落魄地看着积雷山的妖族。至于牛魔王，以现在的战斗波动来看的话，如果上去的话，可能会被他们战斗的余波重伤，甚至连玉帝的面见不着就没了。所以现在的局面就是天庭、灵山、积雷山妖族一同看着天空中玉帝暴揍如来与鲲鹏。可能是如来认识到自己的实力与玉帝相差很大，于是不再与玉帝硬拼，如来和鲲鹏相继退出战场，玉帝也停手了。怎么，现在就认命了吗？玉帝看着如来与鲲鹏说道。如来和鲲鹏既然打算造反，自然不会就这么认命。如来对鲲鹏传音说道：“等下你用河图洛书罩住玉帝，我动用圣人法旨，那里面蕴含着圣人的权力一击，足以让玉帝生死道消。”鲲鹏闻言看向如来点了点头，玉帝自然知道如来要殊死一搏了，于是静下心神，准备迎接如来最后的底牌。只要玉帝能扛过这一招，灵山和妖族就离灭亡不远了。这时鲲鹏飞身而出，河图洛书向玉帝打去，玉帝用尽全力抵挡，想破开河图洛书，但是鲲鹏此时显然是来拼命的，咬牙不惜动用本源也要缠住玉帝。玉帝自然知道此时已经到最后时刻，容不得自己藏私。玉帝此时周身浮现出无数星辰，正好对应周天星辰朕3界之主，借3界气运附身。玉帝顿时被无数星光包裹，一身帝王装束更显其霸气不凡。这时玉帝转头看向鲲鹏，一双金色的眼睛看得鲲鹏心生惊恐，不可能，你不可能做到，当年帝俊和太一都没有做到气运加身，你怎么可能做到？鲲鹏像疯了一样对玉帝吼道。玉帝自然不理会鲲鹏的吼叫，一拳向鲲鹏打去，哪怕鲲鹏用河图洛书抵挡，亦是被打得吐血而退。这时如来请出圣人法旨向玉帝扔去，法旨散发出极其强大的威力，哪怕是勾陈紫薇这样的强者，此时也是心悸不已。玉帝一双金色的眼睛盯着那道法旨，双手握拳向法旨杀去。圣人又如何？气运附身的玉帝才是3界中真正的主宰，谁也不能阻止，哪怕是圣人也不行。就在玉帝与法旨相撞的那一瞬间，天地间瞬间金光大作，玉帝和法旨一同被金光淹没。过了许久，金光散去，
去。玉帝一人站在那里，虽然身上的地袍已经破败不堪，口中不断有鲜血涌出，但他站在那里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他站在那里就已经宣布了，他依旧是那个3界无敌的主宰。玉帝站在那里，他此时却没有丝毫庆幸。明明已经接下了圣人的全力一击，但是玉帝此时心中却是充满了不甘心。他本以为掌握了3界气运就可以与圣人掰掰手腕，但是如今才真正认识到自己与圣人的差距。自从他成为3界主宰的时候，他就想着如何搬走自己头上的那几座大山，只有不再受圣人约束，他才是真正的3界主宰。所以他从数万年前就开始谋划，但他发现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鸿蒙子气了，不可能再诞生出圣人。于是他转变思路，企图以天道、以气运来达成自己的目的。他在天道未沉睡之前就已经得到了天道的认可，能够做到气运加深。他不相信多年来的藏拙竟然做的是无用功，自己就算气运加深，也不会是圣人的对手，哪怕圣人的一道法旨都能叫他身受重伤。玉帝现在所面临的不再是如来，不再是鲲鹏，甚至不是事后道门的追责，而是支持自己多年的信念崩塌，是自己数万年来努力的无用。此时鲲鹏并没有注意到玉帝的异常，但善于保命的他知道现在就是逃命的好时机。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来和鲲鹏已经败了，趁着玉帝还没反应过来，鲲鹏便想着逃走。鲲鹏并不迟疑，变回本体，以飞快的速度逃离。这时一个声音传入鲲鹏耳中：本座让你走了吗？一道红光将鲲鹏击落，鲲鹏满眼不甘地看着声音传来的地方。很快，鲲鹏的眼神从狠毒变成了惊悚，不敢相信地看着前方。菩提祖师和镇元子的身形在空中浮现。鲲鹏道友，往日的恩怨，今天也该了结了吧？菩提祖师面色平静地看着鲲鹏说道：不可能，你不可能是红云，他当年已经被我杀死了。鲲鹏大声地喊道。可是菩提祖师身上散发出的气息、容貌、声音，甚至是眼神，都跟他多年前杀死的红云一模一样。这时玉帝也回过神，毕竟以后时间还长，他不信这片天地没有一个对付圣人的方法。这个方法不行，那就换一个，反正他最不缺的就是时间。积雷山上不管是人是妖，此时的目光都被镇元子与菩提祖师吸引了过去。玉帝来到镇元子面前，看了一眼鲲鹏后便问道：大仙来此是与鲲鹏了结恩怨的吗？毕竟镇元子与鲲鹏有仇是3界皆知的事情。镇元子闻言摇了摇头说道：陛下猜错了，今日正主来了，哪里需要我出手？玉帝闻言看了眼菩提祖师，他发现自己竟然看不透菩提祖师的修为。要知道在圣人之下，玉帝就是第一人，像今天这种情况还从未出现过。这位难道就是红云道友？玉帝虽然知道红云已经死了，但是3界中的奇事多了去了，一个死人复活，这还真没有什么稀奇的。菩提祖师闻言笑道：还要多谢陛下这些年来对我那徒弟的照顾。玉帝闻言有些疑惑，自己好像没有照顾过红云的徒弟吧？这时镇元子开口解释道：我这位好友的徒弟就是我那好贤弟啊，也是陛下你亲自册封的齐天大圣。玉帝闻言顿时恍然，孙悟空在3界横行多年，一直都没有人知道他师承何处，原来是红云的徒弟，但是不知道这个有名的洪荒老好人怎么就教出来孙悟空那个无法无天的猴子。这时菩提祖师向玉帝说道：今日陛下可否给我一个薄面，将鲲鹏交给我处置如何？玉帝自然答应了菩提祖师的请求，反正鲲鹏在自己手里是一个死，若在菩提祖师手里可能会更难受，毕竟他们可是有生死大仇。这时玉帝回到天庭一方的阵营，菩提祖师也面色阴沉地看着鲲鹏。鲲鹏冷哼一声说道：红云，虽然我不知道你当年是怎么活下来的，但是你真的以为你吃定我了吗？菩提祖师冷笑一声，缓缓说道：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便是，你若今天能从我手中逃走，以后我再也不提昔日的恩怨，并让天庭不再追究今日之事。鲲鹏闻言，一身法力运转，他知道自己一个不是镇元子与红云2人的对手，哪怕自己有河图洛书，但镇元子也有地书啊，所以他的想法就是跑。鲲鹏的速度是3界闻名的，镇元子似乎也看穿了鲲鹏的心思，说了一声我不插手，然后自顾自地走向玉帝那边。镇元子心中想着鲲鹏恐怕也不知道自己即将迎战的是圣人，真正的圣人。见镇元子离去，恐怕也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现在的局势他愈发看不清了，还是先走为妙。鲲鹏飞身上前，本想着与红云对拼一招就借机远遁，但是鲲鹏没想到自己的招数竟然被红云轻松化解，甚至可以说是毫不费力的化解，因为菩提祖师只是轻轻地挥动了一下手中的拂尘，鲲鹏的招数就这样化解。这时积雷山除了镇元子外，所有人都震惊了，哪怕现在的鲲鹏身受重创，发挥不出全部实力，但是鲲鹏怎么说都是一个准圣巅峰的强者。玉帝看了一眼菩提祖师，心中浮现出一个他不敢相信的猜测，鲲鹏显然也没想到自己的攻击会被菩提祖师如此轻易的化解，如果只有这些的话，还保不住你的命。菩提祖师说道。鲲鹏闻言不再犹豫，甩出河图洛书砸向菩提祖师，自己则是向远方逃去。菩提祖师微微一笑，挥袖收起妖族至宝河图洛书，心道这2件妖族宝物交给我那个徒弟也是好的。紧接着菩提祖师一身圣人的气息爆发，一只手向前伸出，鲲鹏瞬间被菩提祖师抓回原地。这时积雷山无数小妖和天兵被菩提祖师的气势压得跪伏在地，这并不是菩提祖师故意针对他们，而是圣人身上所散发的天道气息使他们自主拜服。玉帝和如来此时也被菩提祖师所震惊，没想到这个世界上出现了第8位圣人。鲲鹏此时也被菩提祖师的实力所震惊，他不可思议地喊道：不可能，你怎么会突破圣人？菩提祖师笑道：我有鸿蒙子气，我怎么就不能突破圣人？鲲鹏此时听闻菩提祖师所说的鸿蒙子气，瞬间暴怒，都怪
你。红云，若不是你当年多事，我怎会到现在还是准圣？我现在也是圣人，都怪你。显然，鲲鹏是把自己被接引准提抢去蒲团的仇算在了红云头上，甚至他都不敢记恨将他打下蒲团的元始天尊。但是现在红云成圣了，这是鲲鹏不能接受的。菩提祖师也不想再与鲲鹏多言，挥手就要将鲲鹏打杀，了结昔日的恩怨。这时鲲鹏抬头向天空中喊道：“魔尊救我！”这时一只大手破开天空，向鲲鹏抓去。菩提祖师哪能让鲲鹏逃走，伸出手掌与那只大手对拼一招。让积雷山众人震惊的是，菩提祖师居然没有拦住那只大手，菩提祖师被那只大手击退，鲲鹏也被从天外伸进来的大手卷走。玉帝飞身来到菩提祖师身前行礼道：“见过圣人。”毕竟菩提祖师现在已经是圣人了，玉帝自然不能像平常那么随意。紧接着，玉帝便开口说道：“刚才的那只大手的主人是谁？连圣人都能击退？”菩提祖师闻言对玉帝说道：“那只大手上散发的气息非道非佛，应该不是三界的圣人。”玉帝顿时被菩提祖师的话惊醒，不是三界的圣人，那么只有可能是天外的。玉帝顿时抬头看着菩提祖师说道：“难道是8000年前被道祖封印的那2尊邪魔？鲲鹏他怎敢与邪魔为伍？若是那2尊邪魔破封，三界拿什么抵挡？”菩提祖师闻言也愤愤不平地说道：“不知道天外的那些圣人是干什么吃的，竟然让邪魔侵入三界。”玉帝听后闭口不言。菩提祖师现在也是圣人，自然可以说这话，可他玉帝现在还在准圣巅峰啊，纵然他对圣人也不满，但也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啊。菩提祖师说道：“先处理眼下的事吧。”玉帝也点了点头，不再多言。这时所有人的目光都移向了灵山众人。玉帝上前大声说道：“如来，你串联妖族意图谋反，亦可治罪。”如来见此时大势已去，也不再反抗，于是低头说道：“小僧知罪。反正如来现在也不怕，他不信玉帝真的敢灭了灵山，也不信玉帝敢杀了他。毕竟灵山乃是圣人道统，纵然你道门势大，但不要忘了，佛门的前身是西方教，佛门的创始人是西方二圣。”这时玉帝也非常为难，事实确实是如来想的那样，他并不能将灵山如何，但让他白白放过这个处置佛门的机会，他又心有不甘。这时菩提祖师上前问道：“你就是如来吧？”如来连忙行礼说道：“见过红云圣人。”但此时的如来并不知道，眼前的菩提祖师就是孙悟空的师傅。